困过身，曲折拍扁叫我跌入尘，拘我魂，条条规训叫我忍了吞，笑我的虔诚，迈不出家门，要不争要我忍，浑身的走完这一生。可是我听见风来自海上和天空，他说别低头，低头便入牢笼。你是海浪，也是长风，怎可以上锁了？那心不服，管不住，是我眼中的刀锋。这世界容不下，那就刺破它吧。我的苦笑，我的疼痛，终将转身。哎，嫁我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解散妻妾的事儿，你又办得怎么样了？哎呀，这个事情就不要想了。啊，你这一去，把人家都轰走，哪有这好事嘛？既然如此，那也行。这就对了嘛。你既然不愿意遣散妻妾，那咱俩结婚以后，我也要和文之秋继续勾搭。你敢？我杀了他！你愿意杀你就杀呗，反正你杀了一个文之秋，那还有一个文之东、文之夏，这世界上的男人多得去了。哎，你杀得完吗？哎呀，我连你也一起杀了去！哼！哎呀，你对我干了什么？我就说你怎么想不明白呢？好端端一杯茶摆在面前你不喝，非要喝我这杯下了药的。你给我下了啥药啊？泻药。卫生间在那头。你这个傻女人，你给我等着！人呢？去哪儿了？这边，走。哎呀，给我解药。没有解药，拉完就完了。哎呀，我就不信你！你看看你，又拔枪，总是这么逞凶斗狠的。哎，我到底是你的仇人还是你的犯人？那你动不动还老给我下药啊？那还不是被你逼的吗？你要是好好待我的话，我也不至于如此。我都对你这样了，你还让我咋好好对你？那你倒是说说看，你陪我看过一场电影吗？请我吃过西餐吗？带我一起在雨中散过步吗？同我一起跳过舞吗？不是，你说的这都是啥嘛？我不要你的钱，也不要你的权，我甚至都不要你养活我。我唯一想要的，就是希望你能跟我谈一场真正的、浪漫的、你侬我侬的恋爱而已。乱来！哎呦，这什么话呀，真难听！什么乱爱呀，恋爱！哎，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。啊，不过我以前的女人们可从来都没有给我提过这样的要求啊。我要是和他们一样，你又何必大动干戈的来找我呢？那你说的这话倒是不假呀。
那你考虑的怎么样啊？行，我就跟你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。那就是说，你同意把你那些妻妾都遣散了？哎呀，那有妻有妾的咋就不能谈恋爱了嘛？哎呦，你怎么听不明白呀？人家单身男女在一起才叫谈恋爱，你这有妇之夫跟我在一块儿，这乱勾搭我叫什么呀？哎呀，哎呦，快去吧，再晚一会儿就该拉裤兜子里了。哎，可来劲儿了，我得上毛子去。哎。想好了没有啊？哎，罢了罢了，罢了是什么意思？是以后不再来烦我了，还是准备回去跟你那些太太姨太太摊牌呀？等我一回去，就把这伙人都打发了去。哟，那你要是真的能做到的话，王厅长，我一定陪你谈一场今生难忘的恋爱。楚小姐，我还想上一下毛子。哎呦，快去吧！哎呀，你干嘛呢？我回家。人呢？走了。走了。你又对他做什么？没做什么呀，是他自己吃错药了。家里怎么有味儿啊？你该去洗澡。真的有味儿啊！王国栋的太太带着几位姨太太去了几家报社，呼冤喊惨，说她们都是无依无靠的弱女子，被抛弃就只有死路一条，而你就是那一只狐狸精，是你逼他们走上绝路。您好，文氏大药房。哦，王厅长啊，我看到了，很满意。晚上7点，好，我一定会准时赴约的。欢迎楚小姐。楚小姐，王厅长在里面等你。王厅长，你这肚子可还好啊？
很好，只不过我等你等得心烦意乱。您放心，我保证您的等待都是值得的。那最好，你可不要让我失望了。哎，你看一看啊，来，你感受一下这个气氛，你看够不够浪漫呐？你看，我专门花了50个大洋，请了个洋人给我布置的。哎呦，那真是不好意思，还让您破费了。嗨，那是个啥事情嘛？只要你满意，我花这点小钱，那就不是个啥事儿嘛。王厅长，外面好像有人。咱不管他，继续。好像是您太太。哎呀，这帮臭婆娘，到报社里丢人就算了，哎，今天竟然跑到这儿瞎胡闹！哎！把他们轰走，把他们给撵走！哎呀！出来！我的天，你们干什么？你给我干什么呀？跑来呀你！你们到底要干啥嘛？哎呀，真是的！哎呀！哎呦！夏老板，如果不是您的手眼通天，这一局我只怕很难脱困，要谢谢您。哎，楚小姐太客气了。首先，我是你的老朋友，而且我还是文石大药房的股东，不可能坐视不管。其次，以你的才智，还有和卢先生的关系，就算没有我，你照样可以脱困。来。二妞，我要感谢你，要不是你的话，这局做不成。我可什么都没做啊，我只是偶然听到王国栋要和你在温泉约会，碰巧啊在百货公司碰到了他的六姨太。我在跟六姨太喝咖啡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把你们的秘密说出去了，无意当中打翻那帮女人的油醋坛子而已。好，那我就敬你的偶然、碰巧、不小心和无意中来。哦，把你给忘了。来，文老板，咱俩就不用多说了，都在酒里。说两句吧，说谢谢文老板英俊潇洒，临危不乱，力挽狂澜。好，这种话我可说不出口。来，干吧。夏老板，吃菜。好。哦，对了，阿旺呢？安排好了，不亏待他。好。夏老板，平常你有什么爱好呀？哎呦，我还真没什么爱好，哎，只有一样，挣钱。巧了，这也是我的爱好。那咱们得喝一下。来吧，敬我们共同的爱好。哦，呀，出血了。
我包里应该有干净手帕。啊，没事，不，有止血药吗？啊，有。帮忙拿一下。好。来，不用了，血已经止住了。好，也不疼了吧？不疼了。谢谢白小姐。客气了，对付这些小伤小痛，我很有经验的。啊夏老板。啊，谢谢。老板，刚刚收到消息，卢先生的堂侄接任了警察厅的厅长，我们的货将在这周悉数发完。来吧，我们干一杯。什么事这么开心？刚刚得到消息，卢先生的堂侄接任淞沪警察厅厅长，而且经过调查，咱们文氏大药房并没有违规之处，1周之内所有货物全数返还。那这得干一个啊！某人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值得喝一个。我也有个好消息，什么消息啊？下周我的新电影就要上映了。哦，那得喝一个。来，文老板，上去喝杯水吧。好，顺便帮你把这拿上去。不用了吧？文老板最近也挺累的了，你应该回去多休息。我不累啊。你累？行，你说我累我就累吧。那这些也拿走吧。这不是我的呀。之前你不要在我家住嘛，特地买的。现在你要走了，我也吃不完，拿走，省得浪费。不浪费，谢谢，我们不跟你客气。谢谢啊。哎，等等。之前你半夜咳嗽咳得我心烦，自己做药材生意的又不知道吃药，谢谢。我谢谢你。现在你走了，我又恢复自由清静。恭喜你啊！拜拜。拜拜。你们俩在一块住了那么多天，就没发生点什么？发生了无数次的争吵。天天在一块儿，你就没对他动心？对他动心，我差点对他动手。但我敢肯定，他对你动心了。他呀，对谁都不会动心的。少华，你不觉得他看上你了吗？对啊，他看上我了。真的啊，看上我赚钱的本事了。行，走走。哎呦，到家喽。你呀，哪儿都好。你看你又会做菜，人呢又细心，还会做生意。你真的没想过认真的去交往一个朋友？你就睡这屋吧，床单、被套、枕头都给你换新的了。那你睡哪儿啊？你旁边，那是沙发。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？
老板，老肖从北京回来了。让他进来。哎，老板，陆宁香找到了吗？我找到了林芳楼，也找到了当初陆宁香的妈妈，还找到了当初把陆宁香卖到林芳楼的小五。他七大姑八大姨你找到了没有啊？说有用的，净说些没用的。我问的是陆宁香找到了没有？没有。那你还敢回来啊？你干嘛不在半路上找坏豆腐撞死啊？王八蛋，你给我趴着！趴着！趴着！我让你趴着。老板，我还有一件事儿。说，我虽然没有找到陆宁香，但是我发现另外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5年前，陆宁香就离开了林芳楼，说是一位陈家的大少奶奶帮她赎了身，而那位陈家大少奶奶，真名叫楚韶华。感谢各位来宾，相信大家都有非常不一样的感受。接下来留时间给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、各位记者、各位观众，你们可以自由提问，向我们的演员以及我们的导演零距离接触，直接交流。请问张导演，您拍这部戏的初衷是什么？我们创作的初衷是希望广大的女性都能够像我们电影中的女主一样，勇敢地冲破家庭和社会的枷锁，能够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。请问梁珊珊小姐，您这次扮演的角色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呢？我这次在《怒火重生》中扮演女主角李秀华，她是位独立的女性，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。我有问题想问一下白冰心小姐。哦，不对，我应该叫你陆宁香小姐。这位记者先生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白冰心小姐在电影中饰演的角色叫李秀香。我没有搞错。陆宁香是白冰心在北京林芳楼接客的时候用的名字。你胡说什么？请问陆宁香，你是什么时候把名字改成白冰心的呢？哎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是啊，对啊，什么时候改的？对。那个，今天是电影《怒火重生》的首映礼，大家还是关注电影本身吧。请问梁珊珊小姐，您本人和角色有什么相似之处呢？有很多的。陆医生，你个卖肉贱货！你说说贿赂天下的人！陆医生，他们想去办你做事！陆宁香，你这个卖肉的贱货，烧车忽悠文人的你！想当年在北京，8个铜板就随便摸，15个铜板就脱衣服的烂妓女！有记者，想不到，现在居然当了电影明星！陆宁香，你还记得那个人吗？不要急，不要急！对，这一个卖肉的贱货，烧车忽悠文人的你！想当年在北京，8个铜板就随便摸，15个铜板就脱衣服的烂妓女！老话说了，陆宁香，陆宁香，说说啊，你说呀，陆宁香，说说啊，陆宁香，别走啊！骗人，骗货，骗人！陆宁香，陆宁香，你这个卖肉贱货，8个铜板就随便摸，烧车忽悠文人的脱衣服的烂妓女！小白还没回来。没有，
影公司我也去了，跟他熟的同事我都问了，都说没有他的消息。他平时喜欢去的地方我也都问过了，都说没见着他。房东太太也说他没有回来过。他能去哪儿呢？我刚才看了看，他什么东西都没带走，就连钱都放在那儿，应该没有走远。穆子如，他会不会去找穆子如？我给穆子如打过电话了，他没有接。不过我问过他的手下，都说没有见过二妞，一点担当都没有。有消息了吗？能找的地方都找了。会不会回老家了？不可能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就算是死也不会回去。我觉得他应该还在上海。这样吧，有他照片吗？我去找夏老板，请2间药房的人一起找他。那我去火车站和码头。那我去问问同行，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没有。好，哎，不管有消息没消息，晚上10点，咱们都在这儿汇合。好。还有，那个穆子如那儿人多，要不让他帮忙找？不用，用不着他。大哥，找到那个叫小武的混蛋了吗？找到了，在同江客栈。叫几个兄弟带上家伙，我今天要不把他打成筛子，我就不姓穆。还不快去！那小武身边一直跟着个田氏药号的经理，而且他的吃穿用行也都是田氏药号在结账。田氏药号？对，田氏药号和金先生有生意合作。如果我们要动田氏药号的人，是不是得问下金先生？我让你们买的报纸呢？买了。但是还没买完，我不是让你们都买下吗？报馆今天又加印了，而且又有几个报馆加入了爆料的行列。给他们脸了！站住！师傅，你要去砸报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那些记者太欺负人了。小子，漂亮的女人有的是，没必要把自己变成笑柄。不许去！记者们找不到白冰心，就去采访小武。小武干脆明码标价，凡是要采访他的记者，先给5块大洋。这2天还赚了些钱。这家伙脑子倒是活络呀！啊！另外，大麦报的记者不辞辛苦，居然跑到北京去了，还采访到了林芳楼的严妈妈。哦，敬业呀！啊，这记者很敬业啊。那严妈妈还记得陆宁香，还夸她到了上海之后变漂亮了。哎，这记者有没有采访一下当年那些嫖客啊？啊，当然有，甚至还有男人专门找到八卦杂志，说他们当年都嫖过陆宁香啊，透露了很多陆宁香当年的床上艳事。嗯。这老周要是不听话，把他也给推出去。明白。大哥，大哥，你看报纸了吗？哎，看了。这帮记者也太不像话了，他们居然污蔑冰心是妓女。不是污蔑，是事实。事实？哎，动动你的脑子，把那盘子给我。难道周司长上次说的那个人就是冰心啊？你和老周啊，都被人家给骗了。可被这帮记者这么一弄，那冰心会不会自杀呀？敢骗我们田家的人，死不足惜。快吃吧。按照您的吩咐，2两生附子打粉都在这里了。不用找了。小姐，你买这么多生附子用来干什么呀？这你就别管了。生附子可是有毒的。谢谢。
店员一开始没认出她，等到意识到是白小姐的时候，她已经离开了。那这是什么时候？1个时辰前吧。他都买了些什么呀？只买了神父子。他真是要寻死，能再开快一点吗？悬臂，长夜里寒酷的白雪，何处是终点？仰头是天还是深渊？是去提灯守夜的人，寻着的光点，拂过冒雨的谎言。山河如何裁判？心无谁折断？若心有崩坏，何处寻找答案？黑夜白纠缠，昼夜间翻转，心中的火焰。那如果店员说他衣着还算整洁，就说明他这几天没有露宿街头，可能就在这附近客栈里住。但他身上没什么钱，应该只能住在这附近便宜的客栈。这样吧，咱们分头找，你去那边，我走这边。注意安全。好。您这有没有一个穿旗袍、披粉色披肩的年轻女子？个头跟我差不多高。很年轻，很漂亮。再仔细想想。没见过。去，谢谢啊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穿花旗袍，然后戴粉色披？抢救中，状况怎么样？超过5钱就能致死，他吞了20钱。田大少，如果小白有什么3长2短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田大少，把小五从北京接到上海的就是他，在发布会上抨击小白的记者也是他安排的。还有上次克劳迪的案件，他收买了一批记者。这次大肆发难小白的就是这些人，他就是幕后主使。白冰心家属，我是他姐姐。幸亏送来的及时，总算是捡回来一条命。谢谢。二妞，二妞，我这是活着，还是已经死了？你还活着？是少华救了你。为什么不让我去死？如果你死了，那些想把你往死里逼的人，他们就得逞了。
那就让他们得逞吧。凭什么？你好不容易活下来，好不容易活到了今天，凭什么就轻易放弃？那些恨咱们的，想让咱们去死，咱们就偏不死。哪怕是来活着，也算咱们赢了。但是我这样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什么都没了，一切都没了。你还有我呀，二娘。无论以后发生什么，你永远都不会失去我。就算是你为了我，你也得好好活着。我在这世上已经没有亲人了，我不能再失去你。少华，没事啊，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失去一切，不怕，大不了咱从头再来。我累了，我没有力气。累了就休息一会儿。你熬过这么多苦，都挺过来了，你现在还能坚持？我还能吗？你能，二娘。你不只是齐州药市上最美的女孩，你还是最坚强的女孩。我重新开始，重新开始。小白，我已经在乡下给你租了一套房子，那里没有人认识你的。等你病好了，出院了，你就去那里好好的休养，啊！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谢谢。等你把身体养好了，咱们再一起重新筹划以后的日子。不怕啊，大不了就再换个名字，再换个地儿活。等等啊，他今天是杀人放火了，还是做什么亏心事啊？为什么得换个名字，换个地方？凭什么现在那一些卑鄙无耻的人在外面逍遥，而真正受到伤害的人得忍气吞声？我不想再面对我的过去了。你的过去没有任何污点。我脏了，脏的是害你的人，他们才应该受到舆论的批评，法律的制裁。你不需要感到任何的自责，任何的羞愧，你更不需要背起这个包袱。可是别人不是这么想的。你说的是那些看客吧？脑袋糊涂，是非不分，他们都是蠢人。我们也要在意他们的眼光，他们的口水吗？可是他们的口水迟早会淹死小白。那就让恶牛站得更高。你不是一直在帮他写文章，帮他说话吗？如果你真的想帮他，就别让他躲起来，陪着他，陪他直面这一切。直面这一切。对，你不需要改名字，或者是抹去你的过去。你现在要做的不仅仅是活下去，还要活得更好，活得更精彩，活得更有尊严。告诉那些人，他们打不垮你，让他们知道，被伤害而没有倒下的你，是更高贵的灵魂。志秋哥，你说的太好了。小白，你根本不需要躲藏，也不需要害怕。你就应该堂堂正正地站出来，揭露他们的罪恶，让那些人受到该有的惩罚和鞭笞。
刚得到消息，另外还有3家杂志社和2家外地的报社要来。那让我再加2排凳子，这个茶水是不是也再加点？我去准备。那个每个记者的情况介绍，可不可以都给我1份？行，那我现在就去查。好，小白呢？他准备好了。韶华，从我生出来一直到现在，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强大了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是你啊，好久不见。前段时间有些忙，抽不开身。我知道。生我气了？没有。人之常情嘛，我理解。一会儿的新闻发布会上，如果有人问我咱们俩是什么关系，我会跟他说，咱们就是普通朋友。如果没有人提起，我自己是1个字都不会提的。我今天来，就是要以你男朋友的身份，和你一起面对那些记者。我才不管那些狗屁报纸怎么写，我就是要和你在一起。但是那些报纸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真的有一段不堪的过去。我不在乎。再说，我的出身也不怎么样。但咱们俩不一样。你不会真的以为我身着长衫，满腹诗词，出入高档场所就是上等人了？地上的小毛毯，一点点融化着白鹿汗。爱爱茫茫的雪路上，寻觅心中彼岸。小小风浪，瑟瑟混云端，藏在他心中的小毛毯。一点点温暖着他心房，他低诉着春天